很多的，包括了香港的专家也好，或者是国内的专家也好，都觉得这一艘海南号075，因为它是2栖哦，2栖就表示他们已经做好要登陆的准备了。请教一下郑浩，这一艘攻击舰看起来也是很厉害啦，真的对台湾有威胁吗？我这样讲哈，我觉得中国现在也没有搞清楚它的战略目标，它的战略目标到底是要把台湾吃下来，还是要比肩美国？其实坦白说，这完全不同概念的事情。你如果要去比肩美国的话，就像中国现在做法，做非常非常多航空母舰。大而无当，我说在台海。可是呢，你如果是要把台湾吃下的话，坦白说，你不需要这么多航空母舰。对，其实建军方向是完全不一样的。可是呢，我觉得中国现在陷入了一个战略上的犹豫点，就是他希望我能够在所有军舰的规格上，我可以比肩美国，美国有的我也要有。对。可是，一方面又想把台湾吃下来，这就会陷入到他们目标矛盾的部分哦。原因很简单，比如说像他们出来这个075两栖攻击舰，很显然的，他们要比拟什么？美国的这种黄蜂级的两栖突击舰，说长得还真像，几乎一模一样。可是问题是，你有没有发现一个最大的差异是？你看哦，这上面都是直升机，对不对？同样是两栖攻击舰，美国上面摆的是什么？F-35跟鱼鹰直升机。因为美国讲的没有错，我们两栖攻击舰要登陆的时候我们要用，可是登陆的时候，就像刚刚所谓舰长讲的嘛，你会面临到对方飞弹上的饱和攻击，所以前提是什么？你要有制空权，你才有可能让两栖登陆舰靠近之后，把你的所谓的水陆两用车派出来，这是最简单的逻辑。所以说，美国因为他们什么东西，他们的 F-35是可以垂直起降的，因为这两栖突击舰吨位大概就是航空母舰的一半。所以它跑道跟一般航空母舰不一样，它不可能这样短场起降，它是可以直接起降的。那这个东西呢，在如此小吨位的两栖突击舰里面，非常非常适合。所以你看哦，F-35协助两栖突击舰把空中的所有障碍、地面所有障碍全部扫除掉，而鱼鹰直升机负责什么？运兵登陆，而下面的 AAV 管两栖登陆车或者是野马气垫船，简单讲，你如果没有这种制空权的话，我刚刚讲后面所有武器都没有用。可是中国现在遇到一个大困境，就是他们一直做不出来垂直起降的喷射器，是做不出来。所以呢，退而求其次，摆直升机在上面。可是你直升机能够获得制空权吗？在台海这样紧绷状况之下，你的直升机是没有可能把我们的战斗机压制住的。今天啊，这次宣布同时有除了这个075之外，还有什么？一个是战略的核子潜舰，对，还有呢这个055，对不对？可是问题是，这两个东西其实中国都已经有了。可是呢，这两个不管是中国的核子动力潜舰，或者是他们的055型的飞弹护卫舰，在这次辽宁号出巡的时候，对，完全破功。他们在战术配合上或战术搭配上，并没有办法阻止马斯廷号切到辽宁号里面。所以说，其实中国面临到一个最大问题是，就像我刚刚讲的，它的战略设定不明确，然后呢，在战术演练上不扎实。所以这才是面临到中国，我认为啦，看起来一直下，可是美军好像完全没有在怕的主要原因。